我们用真诚的去投入，尊重别人的情况之下，及时的去施救。我们也要有慈悲，也是要有智慧的规划哈。那感情跟理智哈要平行啦，就亲像一台火车哈，两个铁轨哈，这台火车才行会真稳哈。21世纪的第一年，911事件引发全球反恐，美国为报复阿富汗盖达组织和塔利班政府，发动军事攻击。后续几年，中东与南亚数国更因种族或宗教冲突而战乱，引发一波波难民潮。看因遐个难民啊，伫咧逃难啊，实在是足可怜的。半山过岭啊，有个人饥饿啊，安尼枵死伫半路；有个人欠水啊，有个人病死啊，等等。咱送药仔入去，送粮食去，送衫、毯啊、油等等，迄拢冒着真大的危险，安尼入去，遐个物资送的呢，是毋是会当真安全送到迄个难民区的所在，迄个逃难的地方？是毋是真正有法度通送到伊呢？迄当阵国际嘛有真侪领导精神的团体送物资，拢是送到半路去互抢去的袂少哦。加在咱自济的物资对美国，或者是呢伫当地采购，加在拢总每一车拢平安到位。不过呢，时间啊，有当时啊拖落去呢。几若点钟，3更半暝啦，霜雪直落啊！自济人呢，伫迄个雪地面顶，大遐伫咧摇，大遐伫咧搬。人家，他下课，看看妇女老弱啊，伫迄个冰天雪地呢，饥寒交迫啊，凄惨！甚至呢，落得了偌尼诚多呢，成为孤儿呀。所以咱为什么定下讲，咱爱顾好咱的心啊？贪嗔痴啊，绝对唔通生起来。小的呢，生出了你甲我互相的争分。较大一点嘛，就人群混动；较大一点嘛呢，那就国家相争。这拢总是真事，所以呢，就会惹起了迄个杀恶的罪啊。所以这种到甲刑事上法，这就是讲起兵啊。去相战呐，那到甲安尼呢？这就是人群的祸乱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希公开向恐怖主义宣战。与英国、澳大利亚、波兰等国组成反恐联合部队，于2003年3月20日正式对伊拉克开战。美伊战争的时阵，伊拉克的难民啊，
倒来到耶诞。耶诞呢，咱都有主祭人智慧那只是两个兄弟呢，都是伫耶诞伫咧承担因为因伫皇宫内底伫咧服务嘛。耶诞的亲王真有爱心，就甲伊讲这个战争若爆发咱的国家呢，爱去承担很多很多的难民这难民来到咱的国家呢，因一无所有啦。所以这个信息传转来的时，咱就一直伫咧密切注意开始为因伫咧准备粮食，搁再有毛毯毛毯就是咱的保特瓶因的人呢，多数拢是较悬大，所以呢，咱就爱将要互因的毛毯爱搁特制较大领一个这是为着美国甲伊拉克战争的时，无辜的难民来到迄个耶诞的边界，开始咱为伊发服。那个时候，这个美伊战争造成了一个难民营很大，慈济人也是在那里呢，也照顾2年外的时间，一直到美伊战争停息啦，他们回去，又紧接着就是叙利亚的。真正是一波接一波啦，在耶诞的慈济人真的是很有耐力，很有爱心一波波的接，爱的能量呢没有间断过。教育假如是对的呢，应该国家社会有一个教育很基础，而且呢，在人的本性上人道精神理念呢，应该从小呢就要好好的，这道德理念要基础要好。那假如是一开始只是为了求知识科技发达、电脑等等都偏向在这样的，那就是人的道德观念的基础都是漠视掉了这都是很危险的。常常看到了社会的不稳定都是因为呢人心的根基不深看到了叙利亚呢，就是违建那这种一个小小的效应那这一个年轻人跟警察的彼此之间，那就引发出了国际间的大难民潮好几个国家都这样的效应摊开，这样摊开去啦。茉莉花效应已经造成了几百万人还有周围的国家都算上去呢，这样导火线一燃，那就不可收拾。看到他们在逃难的过程，不只是没有尊严逃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关卡这样封闭起来，被卡在外面里。看到了老弱妇孺就这样的落难在
任何一个国家何止是儿家，真的是苦不堪。有慈济人的地方，那一旦土耳其、德国这几个国家都已经接触到了难民，他们都发挥出了如何帮助难民，从第一天的难民逃难，血淋淋的一条血路，他们开始接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孕妇快要生产啦，一家人有先生有孩子，那这样的拖着拉着抱着，就这样的逃插了一个界限，枪口对了这样的逃难人就这样的扫射过去，孩子倒下去了，先生也倒了，这个妇人她刚好跨过那一条线，可是也受伤了，这剩下一口气。那么当地的医师赶快抢救母亲就是这位孕妇已经抢救不起来的，及时剖腹生产，就把这样的孩子抱出来。那这个孩子已经没娘没爹了啦，这个孩子怎么办呢？这位医师是我们委员的女婿，夫妻结婚10多年还没有生孩子，能不能把这个孩子收养当然妈妈是慈济人他就说愿意，但是就是要先公告就要先下有这样的囡仔，那不知道难民营里有没有这样的亲戚那经过了1个多月就是没有人来认，那这公告完成孩子就是慈济人的女儿抱回去养。我们这位委员从耶诞回来，把这样血淋淋的故事提出来，也给我看相片，好漂亮孩子那现在孩子已经会跑会走路了也很可爱土耳其也有一大群托尼基伊斯坦堡有一位市长很支持我们，他跟福基士一起来诉说叙利亚难民的逃难过程之苦，有医师，也有律师，也有教授，有大弟子的大企业家。一旦国家动乱这个炮火下他们是生存不下去，顾命没法度顾财产，要逃难也无法带什么，很紧急的总是看家带管在逃命，一直逃到了托尼基一旦落难逃难他们总是又不能打工，又不能去依赖任何一个人，所以
落地生活很困难，但是总要生活啊。孩子啦，7岁到11岁这样的年龄，可以打工来承担家庭的生活。他们边说边哭啊，那我就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耽搁了，何况呢，这么辛苦的逃难，很担心这样的孩子啦，将来长大，这种单纯的心灵会埋了仇恨。所以我就说了，我们来补贴，让他安顿他们的生活，让孩子呢去读书，可以从幼小的心态去除掉呢仇恨的种子，让他们换仇恨成为爱。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的爱护着他。囡仔一个月会当赚偌济，咱就是补贴多少，让这样的家庭可以生活下去。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孩子去打工，让孩子去读书。所以教育部长啦，伊就甲我担保讲那会当安呢，他要负责从他们的学校呢，甲课程册啦，因当地的囡仔就是上半天，这难民的孩子呢，上的是下半天的课，互因正式有学籍。回去还可以接着受教育，或者是呢可以转到其他的国家。这是咱这几年啦为叙利亚孩子所做这是现在天下间有国家的动乱，逃难者。慈济人的照顾已经几啊个国家，也看到了新闻报道，那是在缅甸是罗兴亚。这样的少数民族受到了激进分子的迫害，不得不离开家乡。很危急的时刻到了印尼雅琪的海域上，被雅琪的人发现到了，伸出了援手。就把他们安顿在雅琪。这一群难民以什么来生活很苦，也是这样的，有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这样的缺营养，还有这样的气候。所以纷纷就发现了他们就有病，在帐篷区里。那闽南的慈济人发现到了，就赶快启动去关怀，发现到了大人小孩这种病，所以慈济人就地就动员医护人员到了帐篷区去做义诊。
难民营里啊，也缺乏净水喝哈，也是呢，在公共卫生危机呢，真的很危险呐。洛辛亚人，他们差不多超过50万人流窜呐，在逃难中，他们居无定处，在这样的生活过程，饮食、饮水，通通缺乏。那这样的生活真的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们的卫生要如何解决？这是看了嘛是真烦恼哈，看到了苦难人真苦啊，那要如何帮助？总而言之呢，接触到了就有希望。其实这样的种族也分布在很多的地方。我到泰国去的陶代、马来西亚的，那里有慈济人，那里的人可以去关心到啦，展开啦，照顾、帮助。各位菩萨，我们真正的看到天下大灾难，这都是难民，真正是苦不堪，真的是苦不堪。少数人的人心啊，不平衡，就一个念头一转，一个命令一下，就轰炸了。炮火下的医生人呐，逃难出来，苦啊，很苦。各位菩萨，很多的人爱心的泥迹啦，才能真正的呢，为他们呐，孩子有的读书。那这冬天来呢，御寒的衣物有人供应。3餐呢，这维持生命营养的啊，有人这样的付出，这都是呢，天下很多的人呐，爱的能量点点滴滴汇合起来的力量，这都是愿力，有愿呐，有力，会当救真多人。